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郑老和。圣诞节这天，川普送给了奈及利亚一个圣诞炸弹，不夸张，10几发的战斧飞弹咻往奈及利亚这个地方炸了下去。而炸了下去之后，全世界惊呆了，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因为今天这一场行动，神不知鬼不觉，直到川普跟全世界讲，大家才知道奈及利亚怎么会变轰成这样呢？川普说什么？他是为了要打击 ISIS 这些恐怖分子对基督徒的一个残杀，所以今天才要去炮轰。但怪的地方就是这里，如果你今天是奈及利亚，你的国家被轰了10几发的战斧飞弹，你应该唰了一弹吧？如果你射歪了，所有的人民怎么办呢？但是反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看到奈及利亚的官方马上发一个声明稿出来，这声明稿出来有没有谴责美国？没有哦，他反而是谢谢美国，他还说什么？我跟美国有一个情报的合作，甚至谢谢他为人民的安全做了非常非常的多。这一点非常的奇怪，原因是什么？今天奈及利亚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之前川普不是没有警告过他，有警告，那时候中国还帮忙出来讲话，我的小老弟的事情我来帮忙。你看到哦，说北京的外交部说，中国反对任何国家以宗教或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反对频繁使用制裁跟军事威胁。礼拜二刚刚讲完，圣诞节川普就给你轰下去，所以这代表一件事。今天川普是借由着打击 ISIS 恐怖分子，但其实这启发的战斧飞弹根本是往中国，根本是往习近平的脸直接轰了下去。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世聪，我真的觉得昨天圣诞节我们还讲说。川普在秀什么肌肉一大堆，结果他可真狠，战斧飞弹10几发，咻咻咻炸，然后炸完之后不对劲了，我真的觉得不对劲。为什么？看到这一张图，我们才知道一件事情，他搞的是什么？他拉美才刚搞完，现在就搞到非洲去了，他现在要合作。把所有的亲中势力全部都铲除光。没错，昨天是这个耶诞节嘛。那耶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这个川普都喜欢在节日搞大的。好，他除了这个，昨天我们当然展示了美国的这个金琼系统，然后说，我们追踪这个耶诞老人这样的状况，他还很开心，对不对？没想到话锋一转，他居然的命令美军的发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杀人啦！攻击什么地方？攻击奈及利亚。因为什么？他说奈及利亚当地有 ISIS 这个恐怖分子，他居然要攻击当地的这个基督教徒啊！所以我为了要打击这些打击这些恐怖分子呢，他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巡弋飞弹，从海上的这个所谓他们美军的相关的飞弹护卫舰发射非常多飞弹，打击这个，然后打击说，我们成功的打击了奈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好，照我那样，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如果仔细用一个全世界的一张图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其中里面有诈。为什么有诈呢？第一个，你看前一阵子来说，他不是在搞委内瑞拉吗？对，目前在搞委内瑞拉。照尔，委内瑞拉之前跟他最好的国家是谁？中国。好，那他现在在对付奈及利亚，对不对？那你知道奈及利亚在奈及利亚里面来说的话，投资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也是中国，又是中国。他们两个可是亲得很嘞。他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最重要的国家。好，另外你看前一阵子他搞这个中东的时候，中东现在不是很多国家被他收拢过来了吗？什么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照我那以前中东谁布局最多？中国布局最多。那前一阵子不是这中亚5国，然后跟这个日本那边会面吗？那他们现在要拔掉中亚这些国家，中亚跟谁最好？又是中国。另外一个前一阵我们在讲吗？这个泰国跟柬埔寨不是打得一塌糊涂吗？到现在还在打，对。那我柬埔寨跟谁最好？又是中国嘛。所以我就跟你说，他现在是趁中国的这个气虚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中国气虚？我们前一阵子他跟这些国家开会的时候，照尔动不动你以前就给我几百亿美金，现在都是连几十亿人民币都拿不出来啊。对，所以这些小老弟现在就是你中国没有这个想要倒戈了，想要离开啊。所以现在川普就趁你了，你现在在对国外的资助气虚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把你拔起来。把你在过去呢，你可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的，或者我想要打击这些所谓的这个异己的时候，我就趁机把你中国的势力清除掉。你看拉美的清除掉，非洲我现在要进来，中东我已经有了。那亚洲来说，我把柬埔寨踢走，然后中亚的话我又进来，所以你看这个当然最后来说会对中国形成非常巨大的压力嘛。所以来说，如果你用一盘大棋来看的话，这个
这个所谓川普打击奈及利亚来说，其实除了要进军非洲之外，他当然也有打击中国的意思。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战斧飞弹哦，他不是说1发2发，10几发，到现在美国又没说打了多少发。对，难道真的就是你今天借由着把恐怖分子给清掉？真的每一发都是打在中国的脸上。对，没错。那川普马上就说，你看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美军能够执行这样的任务啊。然后他还说呢，我对所有人呢都说 Christmas 啊，还包括这些死去的恐怖分子，你就知道说他是多的这个所谓多么猖狂的说这个话。对，那的确美军真的非常厉害，虽远必诛。照那我们知道奈及利亚在这个地方，它是在非洲的这个几内亚湾这个地方。然后呢，美军呢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目前为止不知道他派了几艘这个军舰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是说他发射了数十枚左右的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他打击的不是在海边他打击在奈及利亚的内陆，靠近这个尼日这个地方，奈及利亚索科托州这个地方啊，他们就这个发射非常多的这个飞弹，然后去打击，对，去打击这个地方。那打击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根据这个美国的非洲司令的这个安德森就说，根据我们初步的评估，有多名的 IS 的恐怖分子被击毙。然后我们跟这个奈及利亚的合作呢，要加强反恐的这个合作。然后因应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还有无辜生命的威胁，我们目标是保护美国人，并且在任何地方打击极端的这个组织。对，所以你看这美国才是真的跟你呛下。为什么我说非洲很有指标性？照那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国老是在演说啊，我们这个战狼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有中国的护照没有问题啊，我们要保护中国的。可是你看，现在人家美国跟你讲，你看。即使你在奈及利亚，我都可以来这个地方，把你疑似要杀害美国人，把你干掉，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嘛。那你看奈及利亚，当然看到哇，大哥说话，那我当然就照办。为什么要照办呢？因为我跟你讲，原本奈及利亚态度不是这个样子，奈及利亚态度原本是说啊，我才不理你嘞。我们先给大家一开始的这个状况。对。事实上，川普从10月多就开始他10月多就已经跟你讲，他就警告，他说：“你奈及利亚，你要好好注意，你政府给我注意哦。”他说：“你们奈及利亚的基督教社区一直有跟我发一些讯息，说他们会面临到恐怖攻击这样一个状况。”他当时表示，奈及利亚政府你没有有效阻止哦。对，然后他就跟这个五角大家说：“你要给我潜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要给我准备好哦。”然后甚至他还说，动用着国际宗教自由法。把奈及利亚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哦。他说你疑似要杀害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基督教徒哦，或是他还对那个施暴人员还有家属采取的签证的这个限制哦。对，我10月底一直跟你讲，你看奈及利亚没有那个信道啊，他那时候想啊，反正你又那么远，你不会理我吧？哈，那你看他10月底这样说的时候，照你看有一个国家就跳出来，中国11月5号，对中国说什么？他是我的小老弟，他说。中国，我们支持这个他们现在的奈及利亚领导人，你对领导人民走一条适合本国路线的发展道路，这什么意思呢？你美国不要干涉人家有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宗教自由，什么你管你屁事啊，对不对？好，他说什么？中国反对以任何国家以宗教或是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反对频繁使用制裁，制裁谁制裁？还有军事威胁，你看他这个不点名批判美国吗？他就等于是说，他完全都在呛。你刚刚还讲，川普用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还下令五角大厦规划潜在的军事行动。他现在直接这样呛下。对，而且来制裁，你看反对制裁、军事威胁，还有用宗教为理由，还有人权。你看他不是就是他没有说美国，但是他其实就在说你美国，你这一套不行。所以你看，他们其实2个国家在奈及利亚已经在交火了。川普说你进入搞要小心一点，那中国就说别惊，我给你停。对他嘴巴这样讲所以才会有接下来嘛。他昨天的时候他就炸了，川普就说好，你不听我就炸你。我就想，我们就说奈及利亚一开始态度是不要理你哦，不理你哦。那你看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奈及利亚26号就说，美军精准的空袭已经击中了西北部的这个恐怖分子的目标。那我们的奈及利亚会继续跟美国维持结构化的安全合作，以因应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那奈及利亚中国外交部强调，奈及利亚当局致力于保障所有的公民权利，无论信仰或是族群。完全变了，甚至里面还有写到什么？是我有情报，对，没错，给了美国，对，所以他才可以怎么样精准打击，没错，他们才可以射得这么的准。他这里面还伤到我们的平民，他这里还说是我们互相合作啊。赵尔，你看。
之前美国跟你警告的时候，你根本就完全不理他。对。然后中国还说，没有问题，你不要美国老美不要干涉人家，所以表示奈及利亚根本就没有要跟他合作嘛。那现在炸了之后，奈及利亚马上说，有我们跟你合作，我们要跟美军继续合作。所以他这样打下去的时候，奈及利亚知道谁是老大了吧？对啊，当然知道谁是老大，所以他现在就站在这个美国这一边了。再加上什么？实际上我就想，中国这几年在非洲的发展，的确也引来反面的这个声浪。为什么反面的声浪？实际上我们在节目讲过嘛，中国现在大局，我们就说奈及利亚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贸往来的国家。对，奈及利亚现在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已经不是南非了哈。奈及利亚是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是人口最多。所以呢，中国这几年的时候一直把他们的产品，你知道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一个产品叫做 Techno， 对不对？就是传音电子。传音电子的这个手机来说的话，赵总，你知道它在非洲的这个地方，它一年可以卖到3000到4000万只，对，而且最大的市场就在奈及利亚。除了这个 Techno 之外 ，OPPO、vivo 他们也都去了。好，他们都去了之后，你看他们还是讲华为的这个基地台都到的地方，对，所以某些程度来说，他们变成什么？变成是中国的电信殖民地。不但我把手机卖过去，然后我把这个相关的都卖过去。那你知道，光是2024年，你看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据一半的江山，市占率51%，这太高了吧？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国一直不断的进去嘛，对，中国一直不断的进去就变成这样。可是问题是什么地方呢？你看，他说了，中国出售的廉价手机有5万多只有恶意的软体，对，然后使用者一无所知的状况之下，会主动订阅一些服务来耗用这个所谓相面的因为他们用预付卡嘛，就让这样耗你的资费。所以这个奈及利亚人他拿着这只手机，是里面就有装了这种恶意软体在上面，他完全没有发现，是没错。气死了！那他还盗用你们的资讯讯息，你们都完全不知道啊！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很多奈及利亚民众觉得不开心嘛。好，另外什么？我讲他们中国到当地去，如果你去奈及利亚看的话，他们现在有在那边开很多餐厅啊，对，一大堆餐厅。那餐厅这都玩的都是中国字的，都中国人啊。那我就讲，他们这些什么传音啊，那些所谓公司，他们都自己从中国聘一大堆人来，反而都不用当地的民众，所以等于是他们都觉得说，你是来这个掠夺还是怎么样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就讲。事实上，奈及利亚是中国在非洲布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你看，这是2024年哦。对，奈及利亚的总统他到这个中国去访问，然后他说把中国跟奈及利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然后呢，他们就说中国是奈及利亚最多的双边的这个贷款国，就是我们互相借钱这样的状况哈。贷款总额是50亿美金，那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他说什么？50亿美金是台币1600多亿耶！以奈及利亚的规模来说，算是蛮大。好，那他又说什么？他就说呢，中国开始要调整这个非洲国家，他就说我们会把更多资金用在什么建设太阳能啊、充电站啊，还有这个电动汽车工厂的这个状况啊，然后减少大型基础建设，那我们讲，过去你可能都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建机场、建什么？对，他现在去那边建什么？太阳能充电站，还有电动车的工厂。好，照我跟你讲，你建这些东西来说，你知道他建这些东西最后是为了谁吗？他最后也是为了中国厂商。对，也就是说他还是。譬如说，我建这个充电站，对，他建的是谁的充电站？你看，它上面都是什么？比亚迪的，对，它就是都是比亚迪的车，对，它就是充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然后这个安装这个中国相关的太阳能，就这样。所以某些程度来说，你看，他又是把这些东西卖到你那边去，对，然后卖到你那边去之后呢，你的产业没办法发展，反正我的工厂，我的这个太阳能，我组装我还是用中国人，所以他们当地都觉得说，你这个是经济掠夺嘛，你把它当成是什么手机啦、家电啦，还有电动车的试验场就那个地方，对，所以他们当时觉得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对他们的这种状况来说是包着糖衣的这个毒药。好，那我们就讲，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几个产业，实际上对奈及利亚重创是什么？他们的这个纺织业，那你要一样嘛？中国跟奈及利亚交往之后，你看中国是不是一定会把那种低价成衣什么就销售到奈及利亚去嘛？就奈及利亚，你看这是奈及利亚他们相关的报道，他说奈及利亚原本有150家工厂，然后已经倒了，剩下4间。他们奈及利亚，因为我们知道奈及利亚是很多这个很多工人的地方，所以他们过去都是可能在纺织工厂里面工作。纺织工作里面问题是，你看他们讲中国就一条龙啊。第一个，他们在那边设工厂，中国人自己设工厂。中国人自己设工厂之后，他还把中国的衣服卖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等于一条龙这样低价倾销，还有网购市场这样一大进去之后导致啥？你看奈及利亚，你看他们很辛苦的工作，50间工厂，你看现在都空掉了，都是空了。奈及利亚过去是纺织业，是他们经济的支柱，是。结果一进去50家剩4家，对，你看它厂区都空了。对，你看这个工厂规模其实都非常大啊。你看过去曾在这个工厂里面有大概2-3千个工人，基本上几个都没有。那你看这机具就被丢在外面，都没有人在用，所以等于是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国有这么多工厂倒闭。好，这么多工厂倒闭的时候，他就说，奈及利亚的棉花协会的会长就说，中国已经生产了所有的原材料，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生产的一个状况。所以不是只有纺织公司，连奈及利亚的上游原料，包括说像棉花啦，或者什么化纤纺业，全部都倒。所以全部都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对着这个对奈及利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嘛。所以我就说，中国的这个经济掠夺，显然在奈及利亚也让很多民众不满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我想有时候中国人吹很大，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吹很大？赵总你知道他就说什么？中国曾经在这个2015年呢，就说，我们要给这个非洲国家有1万个乡村呢，我们要连接这个数位的这个卫星的电视讯号，那这叫万村通的这个计划哈。那尤其是奈及利亚是一个未来我们要重要的重点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他要在那个地方架设这个卫星电视啊。就让你可以看电视，而且那连接的这个万村通的计划是由中国的世达时代集团的唯一的建设，就是你看又是中国公司在这边建，所以呢，中国在这边建的时候，那结果你知道吗？中国还自己在那边吹哦，你看他说你看这是他们2015年宣布这个万村通，对不对？然后2023年他就说你看我们中国援非的万村通项目造福了千万的非洲民众，他们这2023年发出来的文章哦，他们这边讲了非常多，他说我们涵盖了非洲9512个这个乡村啊，然后营造出什么暖心故事一大堆，完成19万户一大堆哦，就说好像都可以看。可是赵总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后来的这个人家的这个记者，英国的记者他就去访问这些人。访问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万村通，有没有拆通？他们说什么？有啊，开通了，但是问题是只能够看中国的 CCTV 啊，烂死啊！对，我不能够看其他节目啊。好，那不止这样，他说有点贵，为什么？他说事实上呢，他说他访问了3个村庄，他说不少公用或是私人的使用的卫星电视已经被废弃了，对，大家根本不愿意看，因为什么？因为有些店呢缺电严重，根本我就没办法看电视啊，对不对？然后没有发电机啊，而且他每个月要3到4块美金左右的这个所谓这个电费啊，然后他说，目前为止来说，有1000台的卫星到了这个奈及利亚的时候，大概有987台躺在这个拉格斯港，就是没有人要用的意思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些掠夺来说，当然对这个奈及利亚说，他当然觉得不好。那美国怎么做？美国现在造你知道，美国 Google 就说，好，我要帮你建什么？我帮你建海底电缆。让你连接全世界，所以我跟你讲，你看美国的态度跟中国态度完全不一样啊！你中国在这个地方掠夺，然后好我们自己的公司，但是现在美国是用一种共享的方式，而且他现在军事力量铁拳锤到这个非洲去了。对，我就说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当然就知道说我未来要倒向哪一边了。廷尉，现在看起来，我们回到这一张图过来讲，别忘一件事哦，现在美国清扫哪里，台湾或许都会得利。别忘，洪都拉斯就是这样。当今天亲中派没有的时候，今天台湾就慢慢越来越好。那今天非洲不也是这样吗？奈及利亚不也是这样吗？结果没有想到，我搜完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台湾跟奈及利亚合作，今年也太多了吧？包括在科技领域上面，甚至还有什么，连台湾的 whisky 也都卖去奈及利亚了。对，如果说有美国的势力介入的话，那代表说台湾有可能在美国的牵引之下，可能在这些地方都即将要获利了哈。今年不得了嘞！当然从去年到今年来讲，我们的外贸协会还有我们的相关单位来讲的话，进到这个奈及利亚市场啊，包含连什么卡瓦兰的这个 whisky 都卖到了这个奈及利亚。这什么意思呢？以往你知道，在7、8年前的时候，奈及利亚甚至要把我们的代表处赶出他们的首都啊。为什么呢？中国压力给他。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美国已经盯上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国人在这里予取予求。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几任的总统以来，就比如说重返亚太，然后呢，印太战略。接下来他们在印太布局已经非常强大了，然后欧洲来讲，现在已经跟中国闹翻了，不是吗？开始在倒到美国这边来了吗？就是因为俄乌战争跟香港问题。然后呢，最后一块拼图，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处理它的后院，就是中南美洲，最后一块拼图就是非洲。对，在非洲奈及利亚这一次的这个攻击活动啊 ，IS 其实都是借口，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打 IS， 根本就是要让奈及利亚告诉他说谁是老大。谁是国际社会的老大？你今天不靠我的话，那你就完蛋了。对，今天来讲，可能就不是轰炸 IS 哦，我可能不小心就丢到你的政府军去了。那你政府军不是也是遭殃吗？那这时候呢，就看到中国呢在这里的影响力，过往“一带一路”逐渐扩大的情况之下，已经侵蚀了整个美国在非洲的整个利益，还有它的市场。
你知道吗？你华为把它禁掉了，你小米把它禁掉了，没有用啊。中国还是它有市场，它跑到非洲去卖啊。而且呢，它东西卖得很便宜啊。对非洲来讲的话，人手一只小米，人手一只华为啊。那你基地台，你欧洲不见就算，你美洲不见就算了，我跑到非洲去也可以吧？而且未来不要忘了哦，再过50年到100年哦，非洲整个人口数会 double 翻倍。也就是说，它未来来讲的话，各国都在减少人口，就只有非洲会在增加人口。对，包含台湾了，台湾会从2350万降到1600万左右，这是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啊。所以换句话说，中国是着眼在未来50年到100年以后的市场。结果现在是砍断了，现在美国它当然要斩断啊，它不斩断的话，你让你在这里来蓬勃发展还得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不是上一次不是刚果跟卢安达的事情吗？美国现在出来巧不是吗？这个卢安达不是有那个叛军，是全部都是叫做非洲小解放军，然后去搞的刚果共和国出来叫川普处理啊。结果现在中国要处理非洲问题啊，本来在今年川普上台之前啊，王毅跑到非洲的时候还在跟非洲讲啊，以后呢，如果你们非洲发生任何问题的话，我中国可以搞定。结果呢？今年1月6号哦，才去了这里哦。对，那王毅就在这哦。对，那1月21号，川普上台之后，现在慢慢的给你搞到现在来讲，到年底了。非洲的很多事情来讲，都是美国在处理的。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非洲说，全世界真正的老大就是美国。而这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台湾为什么会间接获利，就是因为当美国要把中国势力铲除掉的情况之下，就会鼓励台湾跟这些国家发展关系。对，所以你看到 Rubio，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他上台，就是在1月的时候上台之后，这个川普不是说要巴拿马运河吗？对。那时候他派了卢比奥到了瓜地马拉，到贝里斯。到了瓜地马拉的时候，卢比奥告诉全世界，告诉瓜地马拉说，我们美国会协助你瓜地马拉的原因是因为你跟台湾拥有邦交关系。这句话不是点很明了吗？对，只要你跟台湾发展关系来讲的话，我美国在背后就是支撑你。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来讲，就后面有美国在撑的情况之下，游走世界哦，可能游刃有余了。未来来讲的话，不是匆匆忙忙。他就直接跟他讲，你只要支持台湾，我美国就挺你。是，这可以套用到其他国家，也都这样干的。所以你看到最近的洪都拉斯为什么想要跟我们复交？对不对？最近来讲的话，非洲国家我们为什么进得去，都是因为背后有一股势力在推了什么东西，就是故意要让我们的势力进去之后，把中国势力铲除掉。瑞德哥，现在大家还关注一件事情，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想看美国到底怎么搞。就是川普感觉没有什么想要搞，没有什么搞之后，泽伦斯基，你先既然不想管我，我就梭哈了，我 all in 了，我能打的，我能轰的，我能炸的，我通通都拿出来。结果里面最有趣哦，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他竟然在炸在轰的时候，他爆了一个料，他说为什么俄罗斯可以打我们打得这么准？既然是中国来借他卫星过来用。他想要干什么事情？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战争在明年的2月24号满4年嘛。这4年来啊，近4年来，泽伦斯基对中国那么最沉重的一个指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泽伦斯基在他的情报部的这个部长跟他这个等于说这个情报局局长呢跟他这个讲了相关情报了以后呢，直接发表了一篇他严正的指控中共相关的这个单位呢，把卫星拍到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啊，这些维生系统呢的相关的画面呢，提供给俄罗斯。对，因为他们发现，只要他们拍到了以后，隔天俄罗斯就去炸。对，他们拍到以后，隔天就去炸。他们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所以直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泽伦斯基讲的最重？因为他竟然直接讲哦，他不排除对中国人。不排除对中国人、中方人士呢，直接予以查扣他所有的财产。这个对中国来讲，对不对啊？中国的公司、中国人在乌克兰啊，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资产哦。他要比照俄罗斯的部分呢，直接这样炸。那么为什么直接这样子封锁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呢，在最近呢，你可以发现。俄罗斯拼命的攻打地面的这个领土啊，俄罗斯在扩张它的领土，但乌克兰在扩张它的战果，两边的这个等于说啊，那么诉求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你可以发现，那么乌克兰呢，我们在之前听到乌克兰都是节节败退，对不对？可是最近乌克兰干了好多的事情，他现在是能打的、能射的、能轰的，没错，我 all in， 我吹到底了。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出动了几十万的大军啊，那么把这个3年多以来攻不下的村落攻下来了。
所以它的占土地。但是乌克兰不一样，它的扩张战果，最近英国所提供的暴风之影的那么飞弹呢，直接咻打到哪里去？打到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的炼油厂的储油槽，对，直接把你储油槽上打。为什么？因为他用这个，他非常的聪明，战术非常聪明，派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飞到了1000里之外的莫斯科，然后呢，莫斯科不是防空飞弹非常多嘛，对，就赶快拦截这样子。你在这边拦截的同时啊，事实上声东击西，他把这些飞弹跟这些攻击自杀无人机大量的转往俄罗斯的这些炼油槽、天然气储存槽这些地方去炸这个地方了，把你给炸掉。那么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一个外电的报道是说，那么乌克兰的特工啊，那么特战人员呢，不是在这个一辆车子里面呢埋了这个相关的不定时炸弹嘛？对，让这个中将要去开车要上班的时候，嘣，门一打开就跟那个私刑教育第3集里面那种一样，门一打开，砰，整个炸掉嘛。当场把那个中将给炸死了。对，那么其实这样的暗杀行为这几年来一直发生，结果没想到隔2天，那么竟然发生有2个警察。那时候我觉得纳闷，为什么要针对警察？真相大白，你知道为什么针对这个警察吗？这2个警察，那么莫斯科的警察呢，有2个警察，他们在巡逻的时候，车子停下来了以后呢，那么结果呢，窗户打开啊。结果这有一个也怀疑是乌克兰的特工人员啊，就把相关的爆裂物从窗户里面往里面丢，里面的警察有人开枪，所以呢，后来这位丢爆裂物的这个乌克兰的特工啊也死亡了，但是里面有2个警察被炸死，2个重伤，我就要杀一儆百，我要复仇，杀鸡儆猴，所以故意锁定这2个凌虐乌克兰战俘的警察。我告诉各位。因为俄罗斯打的如意算盘是在明年的交战4周年前的和平协议，对不对？我呢站到哪里啊？土地站到哪里了？我希望站到哪里就变我的。对。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讲，如果我举双手投降的话呢，我的国家就东割西割。现在一旦一直打的结果，本来要被裁军成40万，现在美国已经低头允许乌克兰维持80万大军，还有英法联军进驻到乌克兰来，所以 power 实力大才有谈的可能性。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